吴天林的话让吴飞燕整个人瞬间怔住。他知道大长老吴柏林去了南极，但并不知道具体细节。没想到这里面竟然还有这样的隐情。既然吴柏林是用了非常手段登上的日本科考船，那吴飞燕几乎就可以肯定，吴柏林必然是对日本科考队员使用了心理暗示。而且那种情况下，心理暗示肯定也不可能只针对一个人用，肯定是要把所有科考队员都控制起来，才能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以及行踪的绝对保密。可是他想不明白，吴柏林究竟在南极做了什么事情，竟然能把美军都招惹过去。在吴飞燕看来，他的这种行为可不仅仅是威胁他自己的安全，更威胁着整个破青会的安危。吴飞燕此刻怒不可遏地说道，这个吴柏林真是出去才短短1个多月，竟然闯下如此大祸。这世界有这么多地方他不去，偏要去南极那个天寒地冻的地方，难道那个地方有什么吸引着他吗？吴天林赶紧上前劝道，英主您消消气，现在这种情况责备大长老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属下以为当务之急事先弄清楚南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把美军惊动。吴飞燕冷声道，你说的倒是简单，南极虽然离我们不算远，但是我们现在要想过去也基本上不太可能。魔鬼西风带的威力不是普通人能够抵挡得了的，整个破青会也就我尚且能凭肉身横渡。吴天林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立刻跪在地上，毕恭毕敬地说道，英主息怒，是属下多嘴了，英主乃至尊之躯，哪能亲自前往那种鬼地方？以属下之见，我们还是暂时静观其变，看一看美军对这件事情究竟会有怎样的回应。属下以为，只要大长老自己不暴露，就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危险。吴飞燕冷冷道，这种情况下还是要10000个小心。我现在最担心的2件事，一件是吴柏林千万不要跟美军正面交手，否则的话必将给我们惹来大祸。另一件事，美军不要加大在南极的兵力部署，否则也会增加我们暴露的风险。吴天林问，英主，以大长老的实力，现在南极正值寒冬，他应该回不来吧？没错，吴飞燕点点头，道，以他的实力，应该可以穿越春天的魔鬼西风带。吴天林叹了口气，道，这也就意味着未来2-3个月，我们不可能跟大长老取得什么联系了。吴飞燕点点头，怒气冲冲地说，这件事情最好不要继续扩大事态，否则等他回来，我定不饶他。说罢，吴飞燕摆摆手，道，去通知那些书生吧，有消息了第一时间来向我汇报。吴天林恭敬地说，属下遵命。吴天林从吴飞燕的修炼室内出来，第一时间立刻便向武军都督府发布消息，要求他们立刻向所有的书生咨询与南极发生的事情有关的一切线索。很快，一条来自白宫内书生的消息传来，将美军出兵南极的真相送出。吴天林快步回去禀报吴飞燕，说，回禀英主，美利坚白宫内的书生来报，美军出兵南极，是因为日本怀疑科考队集体叛国，并且在南极展开大规模非法勘探，他们暂时没有能力派遣士兵前往南极平定叛乱，所以才请美利坚出手帮忙。吴飞燕眉头紧锁，毫无疑问，日本科考队全体都应该被吴柏林控制了心神，他为什么要让这些人在南极大肆勘探？我让他去寻找天才地宝，那些东西都是不起眼的小物件，绝对用不上地质勘探的设备，他一定在找什么大东西，甚至是某种大到不能称为东西的事物。吴天林说，美军在那边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日本科考队员，并且已经截获了他们一部分的勘探记录。这些人动用的地质勘探设备，可以勘探到南极冰盖下上千米的深度，但是普遍认为在这个深度下面是没有什么勘探价值的，因为这里没有人类存在过的古痕迹，就算拥有一些稀有矿产，也几乎不具备任何开采价值。白宫现在也想不明白，日本科考队员到底在找什么。属下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只有大长老自己知道。
吴飞燕疑惑地连连咂嘴。论对于现在的公司国家，或者对于我们这种修道者，南极这种地方都不太具备什么勘探的价值。可吴柏林是个聪明人，他既然费了这么大的精力盯上了南极，那就意味着南极一定存在某种我们现在还想不到的东西。说到这里，吴飞燕叹了口气，若是他没有惊动美军，我尚且可以登上南极一探究竟。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我心里再好奇，也不能去美军眼皮子底下搞动作。吴天林想了想，说：厅主，是美军从南极撤军之后呢？现在美军的舆论压力很大，属下觉得他们应该撑不了多久就会公开撤军，甚至还会把这些锅都甩给日本。吴飞燕点了点头，神情凝重地说道：让所有书生紧盯美利坚的所有动作。我怀疑他们现在对南极也非常好奇，说不定他们还会暗中对南极进行调查和勘探。正此时，吴天林手机忽然收到推送，他赶紧对吴飞燕说：厅主，白宫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了。吴飞燕立刻道：打开大荧幕，我要看一看。吴天林恭敬点头，立刻走到吴飞燕修炼室的一面墙边，他伸手在墙面上轻轻一扫，石墙便瞬间从中间向着两侧打开，露出来的就是一面至少有20平米大的液晶屏幕。这种液晶屏幕就像歌手开演唱会时使用的巨型 LED 一样，是一块一块模块化拼装起来的。吴飞燕虽然平时的生活和修炼都与300-400年前几乎一致，但是她本身也是一个拥抱科技的聪明人，所以该有的现代化装备破氢会都有，而且都是顶尖专用的卫星网络，通过小岛地面伪装成岩石的天线，时刻与太空中的卫星保持通讯。虽然这里地处世界的边缘，可是在这种地方观看白宫直播的网络延迟一点也不比美国本土要大。此时的白宫直播视频信号中，无数记者已经挤满了整个发言厅，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发言人的出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太多的问题，需要第一时间向发言人提问。而此时的白宫发言厅后厅，年轻的发言人正在做着深呼吸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同时不停地用嘴巴嘟嘟出各种音符，以此来让嗓子热身。距离发布会召开的时间还有最后10分钟，此刻的他不由自主地有些紧张，因为他知道今天自己要面对的是一场恶仗，如何将出兵南极以及虐待日本科考队员的行为最大限度弱化，成了他现在考虑的核心。就在这时，一位团队成员快速走过来，激动地对他说：军方那边回信，日本国防部门和文部科学省已经妥协了，他们会在20分钟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说明情况，我们出兵南极的事情，他们会承认是受到他们的请求，但科考队员的事情，他们也会承认是他们要求尽快调查出结果，所以授意我们可以进行严苛审讯。发言人顿时松了一口气，微笑道：太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要把具体虐待日本科考队员的那几名士兵推出来，说这都是他们自己的行为，让军方对他们进行处理，并且对受害人表示一下歉意，这件事情就过去了。